视频一开始，请大家弹幕告诉我，你们目前拥有多少支镜头？你们是否经常会觉得自己总缺少那么一支镜头？那可是呢，当要出门拍摄的时候，总是纠结到底要带哪一支镜头出门。那又或许当你们最终决定把所有镜头都带出门，在拍摄完毕回家之后，那是否发现呢，有那么几支镜头一直在包里面躺着，根本就没有用过？又或许是否会不断的质疑自己当初呢，为什么因为一时的冲动去购买一些自己根本用不上的镜头？那今天我希望可以通过我所拥有的或者我使用过的镜头，我的一些拍摄经验，还有样片，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拍摄不同题材的时候，分别会带什么焦段、什么镜头。那希望本期视频可以对你们在选购镜头的时候，或者在选择带什么镜头出门的时候有所帮助。Hello， 大家好，我是 Kelvin。那首先我想先声明几点。那第一以下的分享仅是我个人的使用习惯，并不是标准化答案。那经过这么多年的拍摄，我个人觉得，其实无论什么焦段，在绝大部分时候都可以在不同场景进行拍摄，那就是取舍的问题了。但是不得不说，拥有更多的镜头的确可以更好的应付各种题材的商业拍摄需求。那第二，以下的视频我主要分享的是镜头的焦段，而不是特定的某支镜头。而且我个人觉得，如今的技术无论是原厂还是副厂大部分镜头的素质还是可以的。那所以无论是你使用的是尼康、索尼还是佳能，无论是全画幅还是半画幅，无论是单反还是无反，你们或许都可以参考一下。那第三我会尽量的覆盖绝大部分的拍摄场景。那在过去的10几年里面我所经历的拍摄题材包括了这个新闻、婚礼、婚纱、活动、产品、食物、人物、房地产、日常、旅游等绝大部分热门的这种摄影题材了。那在这个视频里面我会同时分享这个拍摄照片还有拍摄视频时我所使用的镜头，还有为什么我会使用它们。那最后由于我不想把视频做得过于冗长，所以我会尽量的长话短说。那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留言给我，我都会一一解答。好了，我们立刻开始吧。首先从变焦镜头说起。在我刚刚接触摄影的时候，我并不是像绝大部分摄影爱好者那样子从拍摄人像或者风景开始的，而是从拍摄活动还有新闻开始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主要使用的是大三元镜头，其中包括了尼康的 F 卡口的1424 f2.8、2470 f2.8、70-200 f2.8。我个人觉得大三元镜头非常适合在从未去过的场地、不清楚需要拍摄的人数，还有需要拍摄无法预测的时间的时候使用。那而且根据我的观察所得，我当时所接触的大部分的新闻摄影记者也是主要使用大三元镜头这样子的镜头组合。那这样子就好比当我们不知道自己想吃什么的时候，那去吃一顿自助餐，在大部分时候都可以吃得开开心心。那所以如果你们和我一样需要拍摄一些商业活动、一些新闻事件、简单的静物拍摄、拍摄人物，甚至是旅游，带他们出门基本上都可以完成任务，可以把需要记录的画面完整的记录下来。那如果一定要从3个焦段里面挑选一支的话，那我肯定是首选2470的。那就算是如今当我接到一些活动的拍摄的时候，那如果我对活动的基本信息掌握的非常少的话，那我首先肯定会把2470这一类镜头放在包里面，那在大概率下我都会用得上。那至于选择 f2.8 系列的大三元那还是这个F4 的这种小三元那我个人觉得，如果你们是通过摄影赚钱的话，直接上 F2.8。那如果只是摄影爱好者，并且不经常使用相机的话，F4 足够了。那因为我会建议把省下来的钱去购买1到2支这个定焦。那可能这个时候你们也会留意到，我本人是没有购买尼康的2470 f2.8S 的，而是购入了 F4S 的。那这是因为我在购买尼康的这个 Z6 的时候，这是我的套机头，它的综合素质还是不错的。而且我现在已经很少拍摄新闻或者活动类别的这种照片了。在大部分时候我都是在可控的环境下进行拍摄，那所以我就把它保留下来了。那还有一点
最近这几年，我的拍摄习惯呢也有所改变。那定焦镜头呢成为我的首选，2470这一类镜头呢，很多时候都是我的备选镜头。那当然了，24105这样子焦段呢也是非常的实用的，我个人呢也是非常推荐的。那简单来说，对于需要拍摄纪实类别的摄影师，那或者普通的摄影爱好者，并且呢不准备在镜头方面投入过多的话，2470、24105这类的镜头呢是非常值得拥有的。那它中庸，但是呢绝对可以帮助你们拍摄到绝大部分所需要的画面。那在拍摄视频的时候啊，2470、2875、24105这类横令光圈的这个变焦镜头呢，也是我在单兵作战拍摄活动还有婚礼的时候呢主要的挂机镜头。那因为呢，一般这类型的活动都会有很多我无法预测的事件发生，那我的最主要的任务呢，就是把现场所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那所以呢，变焦镜头会比定焦镜头相对来说更加的实用。据我了解，变焦广角镜头是不少新手摄影爱好者最喜欢购买的镜头焦段之一，那也是最多人后悔购买的焦段。那因为呢，它可以轻易拍出震撼的画面，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镜头越广，越考验这个构图的能力。那而且呢，我们经常在购买广角镜头的时候，都会以为自己会拿着这样子镜头跑遍全国甚至是全球，拍摄壮丽山河，从旭日初升拍到群星璀璨。但是真实情况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根本没有这样子的机会出外旅游。那就算是真的是去旅游了，还需要配合天时地利人和各种要素。那还有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才可以拍到一张满意的照片。那所以呢，广角镜头很多时候就成为普通摄影爱好者最吃灰最严重的这个镜头了。对于我个人而言，在绝大部分的拍摄场景中，那使用广角镜头所拍摄的占比例呢是非常的少的。我目前拥有的广角镜头呢是1430 f4S， 还有腾龙的1728 f2.8。那在拍摄照片的时候如果是纪实类别，例如新闻会议、婚礼等等，我都会用它来拍一下整个场景的这个布置、现场的情况。然后呢，其余的画面呢都会交给其他镜头进行拍摄。那在某些时候如果空间足够大的话，那其实呢我都不需要使用广角镜头，直接使用2470就可以拍摄大场景的画面了。而在旅游的时候，那到底是否需要使用广角镜头呢？那完全是需要根据旅游的目的地，还有你们去旅游的真正目的而决定的。那如果呢你是风光拍摄或者是星空拍摄的狂热发烧友，那不需要犹豫和这个考虑的，变焦广角镜头或者定焦广角镜头肯定是必须的。而且呢，你们还需要配备各种的滤镜、三脚架等等。那如果呢你们只是普通的摄影爱好者或者是摄影新手的话，我个人呢是不建议过早的去购买广角镜头的。我个人更推荐你们在有需要的时候租一支就好了。那如果呢你们是建筑或者是房产类别的摄影师，那么广角镜头甚至是移轴镜头都是你们的必需品。那在拍摄视频的时候广角镜头的确是我比较常用的焦段，那特别是在稳定器上面，那我基本上呢每次视频拍摄都是最主要的这个挂机镜头之一了。那还有一点那如果你们喜欢拍 vlog， 那广角镜头真的是必不可少了。那长焦镜头，例如70、180、70、200之类的焦段呢，甚至是更长的焦段镜头呢，对于我个人来说都是最后才会考虑的镜头。这一类镜头我个人觉得它更适合干活，例如拍摄活动、婚礼、婚纱、人像和时装秀等等。那又或者特别适合有特殊拍摄爱好的这个摄友们去购买。那例如喜欢拍鸟拍动物拍荷花、拍飞机等等。那如果你们都不是以上的人群，那我个人觉得你们还是先不要去考虑这一类镜头。那虽然现在有不少厂家已经把长焦镜头做得轻量化了，但是它总体来说，它的体积和重量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大、比较重的。那如果不是有特别的热爱，在很多时候或许真的是没有什么动力去驱使你们经常拿这一类镜头出门拍摄。那说到变焦镜头还有一类镜头不得不提，那就是小变焦头，还有大变焦镜头。
那先从大变焦镜头说起吧。那例如腾龙的这个28-200 f2.8 到 f5.6， 尼康的24-200 f4 到 f6.3 VR。那这类镜头对于喜欢旅游并且喜欢轻装上阵的朋友来说，我个人是非常推荐这一类镜头的。那基本上可以说是一镜走天涯。那如果你们买相机只是为了在出游的时候，或许在重要的日子可以应付一下基本拍摄的话，那这类镜头在很大情况下呢，都可以满足你们的需求了。那只是呢，当你们需要在晚间或者在室内弱光环境下拍摄的时候，或许还需要搭配一支大光圈的定焦镜头，才可以确保万无一失。那对于小变焦镜头，我个人呢是不推荐的。例如2450、2860这一类镜头，虽然体积比较小，但是光圈也比较小，焦段范围也比较小，适合挂机进行这个日常的拍摄。那喜欢的朋友对他们爱不释手，但是呢，不喜欢的人，例如我本人呢，就觉得它可玩性不大，实用性不强。我个人呢是并不推荐入手的。而在定焦镜头方面，以下呢我会主要聊一下20毫米、24毫米、35毫米、50毫米、85毫米这5个比较常用的焦段。那至于呢105、135焦段的镜头呢，我个人使用的经验呢并不多，我就不给出建议了。那不过定焦镜头真的是不好总结，这就好比有人喜欢吃川菜，有人喜欢吃粤菜，也有人喜欢吃这个日料，也有人喜欢吃西餐，那甚至呢有人喜欢都吃。那他们之间没有哪个更好，完全是个人的爱好。那首先呢，在广角端20毫米或者是24毫米的这里的定焦镜头呢，我个人觉得它们都是有针对的特定人群的，特别是20毫米。那这类镜头比较适合拍星空、拍风景，那拍 vlog。但是20毫米的镜头呢，我个人觉得真的是不容易用好。那在使用场景呢，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少的。那具体的你们可以看看我之前的这2期视频。24毫米定焦镜头是最近这几年我使用比较多的一支镜头了。那在拍摄一些室内活动的时候，例如生日 party、婚礼、公司年会等等，我会使用24毫米来给来宾拍摄合照。那特别是女生为主的活动，那因为这样子可以相对容易拍出大长腿的感觉。而同时呢，24毫米这类的镜头呢，也是非常适合用来拍摄一些需要交代现场环境的人像照片。那我在网上面呢看到一位新西兰著名的摄影师，那他也是特别喜欢使用索尼的24毫米 f1.4GM 来作为他的拍摄这个订婚还有婚礼的主要的挂机镜头。而在视频拍摄部分呢，24毫米真的是非常适合用来拍摄各种题材。那不广不窄的焦段呢，可以通过画面清楚交代时地人等信息。但是如果我拥有2470 f2.8这一类的镜头呢，24毫米定焦镜头呢，或许不会是我优先考虑的镜头。那除非我需要在比较暗的环境下进行拍摄。35毫米定焦镜头真的是我最爱的焦段的镜头之一了。那我也很多次在不同视频里面提到过。简单来说，无论拍摄什么题材，无论是商业拍摄还是日常拍摄，无论是拍照还是拍视频，35毫米定焦镜头必定会出现我在相机包里面。那一般来说，35毫米的体积都比较适中，非常适合挂机使用。50毫米定焦镜头我之前用的并不多，那不过我最近还是入手这支索尼的50毫米 f1.2GM。购买它的原因只有2个。第一就是心摸，第二就是真香。其实在我看来，35毫米还有50毫米在不少的使用场景下呢，还是非常接近的。它们2者之间并没有哪一个更好的说法。我个人觉得呢，到底选择35还是选择50，完全是看这个个人的使用习惯，而并不是拍摄题材。在同一场景下，无论给我一支35还是50毫米，在很多时候对于我来说呢，都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的。都可以轻易上手拍到我所需要的画面。那不过如果你们一定要再纠结它们之间的区别的话，那我会说35毫米可以更好的交代现场的情况，更适合用来讲故事，而50毫米相对来说更适合突出被拍物体。85毫米定焦镜头也是我常用的镜头之一了。在很多时候的拍摄我会使用双机身拍摄，一台相机使用35毫米，一台相机使用85毫米。
那35毫米用来拍摄现场的人体，85毫米拍摄1位或者2位的主角，这样子的搭配也是不少婚礼摄影师最喜欢的组合。那当然了，也有不少人会拿24加50这样子的组合。我个人觉得，无论什么组合，只要用得顺手都可以。那对于镜头来说，没有最完美的组合，只有最适合的组合。最后总结一下，其实呢，如今在大部分的婚礼或者大型活动拍摄呢，无论是拍照还是拍视频，我都会带4到5支镜头，其中包括了35、85，那1支广角变焦镜头，1支中焦段的变焦镜头，来应付不同的时段、不同的场景来拍摄。那如果只是普通的小型商业会议或者小型的生日 party， 我会拿24、35或者50和85出门拍摄。那对于一些大型的表演活动照片和视频呢，70、180这类镜头就是我的主力镜头了。那如果需要拍摄一些简单的产品、食品照片或者一些户外的商业宣传照片，2470会是我的首选镜头。如果是旅游或者是日常给家人拍摄，那我会根据我所去的目的地看心情选择2到3支轻便的镜头。那如果呢实在是不够的话，有些时候我们还可以搭配手机进行拍摄。那在日常的拍摄中，我个人觉得无需面面俱到，只要享受和家人和朋友幸福的时光，享受拍摄的乐趣就好了。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如果你们觉得这期视频还可以对你们有所帮助的话，请给我点赞、投币，还有分享出去。那如果还有任何问题，请留言给我。那最后记住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